恋爱第8年，女友程青青说，只要给她买兰博基尼最新款跑车，她就答应我的求婚。为了娶她，我掏空积蓄，东拼西凑，终于买了她心心念念的车。求婚那天，我郑重地将车钥匙交到她的手上，可第2天，我却看到程青青的竹马发了一条朋友圈：谢谢青青，有你真好。不论我想要什么，你都能慷慨地送给我。配图是一张他跟兰博基尼的合照。我怒火攻心，愤怒地评论他：1000多万的车，你也配开？程青青的电话立马打了过来，愠怒地指责我：陆明浩，我不过就是送给瑞阳一辆车，你在评论区阴阳怪气什么呢？赶紧把评论删了，别那么小气。下次你再给买我跑车，我不送给他就是了。没有下次了，我在心里默念：8年的舔狗生活也该结束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2个小时后，程青青气急败坏地回了家。一进门，她将手中的爱马仕包包往我身上一摔，骂咧咧道：陆明浩，你今天太让我失望了。我跟瑞阳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没开过这么好的车，我送他一辆怎么了？你这么小肚鸡肠，真是丢我的脸。不等我开口，程青青接着一顿输出：再说了，你买的这辆车我也不太喜欢，我想要顶配版的，你非抠抠搜搜买辆低配的，根本配不上我的档次。我心口一滞，他不知道这辆车是我掏空了所有积蓄，还借了100多万外债才买来的。这2年经济不景气，我开的公司效益不好，资金链也很紧张。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满足他的要求，竭尽全力买了他心仪的车，却没想到他不跟我商量一声，转头就把车送人了。我心灰意冷，突然间失去了争辩的力气。见我不语，程青青以为我自知理亏，承认了错误，满意的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她从包里掏出一瓶指甲油，开始闲情逸致地涂起了美甲。须臾，她又趾高气扬地对我提出要求：我不管，车我送给瑞阳了，你得重新给我买一辆，这次我要顶配版的，你别再给我买低配的了，不然我可不嫁给你。我只觉得无比荒诞。短暂的沉默后，我冷声道：1000多万的车，你当是买白菜，想买就买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程青青听后瞬间炸了，暴跳如雷地斥责我：陆明浩，你变了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小气，连辆车都舍不得给我买？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是啊，以前的我对他掏心掏肺，赚1万给他花9000，他想要什么我都尽力满足他。珠宝首饰、名牌包包、奢侈品送起来从来都不眨眼，只要他开心，我再苦再累都值得。可现在我却觉得没意思透了。我没有跟他争辩什么，只是摇了摇头：买不起，我没钱了。什么没钱了？我看你分明就是舍不得。大概是没想到我会拒绝他。程青青愠怒不已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：陆明浩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原来你跟那些粗俗吝啬的臭男人一个德行。说完，他扬起手中的指甲油往我身上甩了过来，粘稠的液体洒了我一身，嫣红刺目。程青青背起包摔门而出，我没有起身追他，也没有收拾狼藉的自己，只是怔怔地坐在沙发上，心脏仿佛被一只大手攥住，顿顿的疼痛感传来。我点了根烟，企图借尼古丁麻痹自己的神经。我突然想起了我与程青青的过去，曾经我们是大学同学，开学典礼上见她的第一眼，我便被阳光开朗、明媚娇艳的她所吸引，一眼万年。我坚持不懈地追了她2年，
不畏风雨，穷追不舍，终于抱得美人归。在一起8年，我疼她入骨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摔了。即便她性格骄纵，我也处处纵容。我包容她所有的小脾气，满足她所有的无理要求。我像是一个舔狗，做尽一切卑微的事。本以为舔到最后就能应有尽有，可自从他的竹马何瑞阳回国后，他为了何瑞阳一次又一次地忽略我，我才明白自己付出再多，也终究捂不热这颗冰冷的心。程青青摔门而出后，一夜未归。我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一夜未睡，抽了一整晚的烟。第二天一早，朋友突然给我打来电话，电话里朋友欲言又止。阿森，我早上看见你女朋友了，我看到她跟一个男人挽着手一起从酒店走出来，那个男人好像是她那个竹马。我愣了半晌，直到烟头烫到手指才回过神来。哦，我掐了手中的烟，哑着嗓子道：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朋友诧异，以前你女朋友但凡有点风吹草动你就紧张的不行，现在怎么这么冷静？我平静道：因为我跟她很快就要结束了。结束？朋友觉得不可思议。前2天你不是刚求婚成功吗？再说了，这么多年你把她当成宝一样，真舍得放弃了。我自嘲一笑，是该放弃了。舔了8年，还是感化不了她。我是真的累了。朋友沉默半晌，随后换了一个话题。既然决定分手，那现在能安心去国外打拼了吧？这2年，我公司所涉及的产业在国内越做越艰难，合伙人和朋友纷纷建议我拓展国外市场，可为了程青青，我始终没有同意。但现在我找不到再坚持下去的理由了。我顿了2秒，回道：我会考虑的。晚上，在外浪了1天的程青青终于回了家。她回家时，我正在书房梳理文件。她走到书房门口，喊了我一声：陆明浩，我回来了。若是往常，她在外玩累了回到家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给她放洗澡水，为她煮宵夜，嘘寒问暖，各种忙活。但此刻我都连头都没抬，只是兀自看着手中的文件。我的冷淡惹恼了程青青，她语气不悦地问我：你今天怎么回事？不去给我煮宵夜吗？我这才抬头看了她一眼。站在我眼前的她，面色红润，容光焕发，脖子上那2道刺眼的红痕狠狠刺痛了我的眸。我漠然地收回了视线。太累了，不想煮。程青青很不开心，撇着嘴问我：我昨天一晚上没回家，你怎么不问我去哪了？没什么好问的。我摇了摇头，低声道。程青青愣了片刻，拂然而怒，悻悻地指责我：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我半个小时没回消息你就紧张得不得了，现在却对我不闻不问，你是不是变心了？是啊，曾经的我对他太过在意，才让他心安理得地拿捏住我，肆意妄为。我现在给你自由，不好吗？我蓦然开口。程青青嘴唇紧抿，双眼圆睁，拳头紧紧攥住，似乎在压抑着怒火。须臾，他负气地撂下一句：随便你，你不紧张我，自然有人紧张。说完，他砰的一声关上了书房的门。程青青生我的气，几天没有跟我说话，每天摆脸色，甚至天天晚归。最后他干脆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回来。我没有太在意，生活照常继续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这才发现，没有他，我的日子似乎也过得不错。转眼到了我28岁生日这天，关系要好的朋友和公司合伙人都来家里为我庆生。我亲自下厨，好酒好菜招待他们，却不曾想，几日未归的程青青突然回来。与此同时，
他还带回来一个不速之客何瑞阳。两人出现的那一刻，偌大的客厅顿时陷入一片死寂，朋友们纷纷面面相觑，神色各异。程青青却一副若无其事的姿态，当着众人的面对厨房里的我颐指气使。陆明浩，瑞阳今天农历生日，他想吃长寿面，你给他煮一碗吧。对了，他顿了顿，又吩咐再做一道干锅虾，一道红烧猪蹄，一道蒜香茄子。瑞阳爱吃。何瑞阳大喇喇地在沙发上坐下，跟着附和道：记得不要葱，不要姜，不要香菜。两人一唱一和，完全把我当成了佣人。可他似乎忘了，今天也是我的生日。在一起8年，他从来记不住我的生辰，也记不住我爱吃什么，却能清楚地记得何瑞阳的喜好。我心寒至极，不过已经无所谓了。我解下围裙走出厨房，看着沙发上的程青青，冷声道：我做不了，你带他去外面吃吧。陆明浩，程青青脸色瞬变，黑着脸训斥我：瑞阳父母都在国外，一个人过生日，冷冷清清，我带他来家里吃顿饭，怎么了？你现在小气到连顿饭都不愿意做了吗？我淡定的点头，我做的饭太硬，软饭难吃不了。你什么意思？程青青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，怒骂我道：我不过就是送了瑞阳一辆车，你有必要在这里冷嘲热讽吗？一点小事也跟个怨妇一样斤斤计较，一点气度都没有，你算什么男人？何瑞阳也跟着站了起来，讽刺我道：就是大男人没有一点气度，我看着都嫌丢人。看着眼前得意忘形的男人，我气笑了。你说的对，那我再大度点，把女朋友也送给你怎么样？何瑞阳狐疑地盯着我，程青青怒火更甚，沉声呵斥我：陆明浩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跟瑞阳只是好朋友，你天天乱吃飞醋有意思吗？好朋友，我嗤笑了一声，好朋友需要一起开房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程青青恼羞成怒，脸涨得通红，扬起巴掌就想来打我。朋友见状上前劝架，拉住了勃然大怒的他，放开我。程青青使劲挣了几下，挣开朋友的桎梏后，面目狰狞地跑向了餐桌，发泄似的将餐桌上的饭菜和酒水全部扫在地上。霎时间，噼里啪啦碗碟碎裂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客厅，一地狼藉。陆明浩，你不给瑞阳做饭，我也要让你吃不成饭。程青青叉着腰，趾高气扬，朋友们都被眼前的一幕吓住，大气都不敢出。眼看着自己的生日宴会闹成这样，我深呼了一口气，心里建设许久，才强逼自己镇定下来。我转身跟朋友挨个道歉，抱歉，今天是我招待不周，你们先回去，改天我再请你们吃饭。朋友走后，我又对程青青和何瑞阳下了逐客令，你们2个也走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程青青不敢相信地瞪大眼，怒不可遏道：你竟然赶我走！陆明浩，你现在越来越过分了，你就不怕我跟你分手吗？换做以前，面对他的分手威胁，我绝对会低声下气，费尽心思去哄他。但现在，我丝毫没了哄他的想法，只是平静地点头。好，那就分手。你说什么？程青青愣了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回答，怔怔地盯着我。我们分手吧。我深呼一口气，继续道。程青青慌了，眼神惶恐，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和不可置信。陆明浩，就为了一辆破车，你连我们8年的感情都不顾了。我心累至极，已经不想再跟他争辩什么。何瑞阳却在一旁冷嘲热讽：姓陆的，青青委曲求全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他没甩你都不错了，你竟然还好意思跟他提分手？瑞阳，你别说了，
程青青皱着眉，厉声打断他：“你先回去，我跟明浩单独聊聊。”何瑞阳不情不愿，但还是板着脸转身走了。何瑞阳走后，程青青没了先前的嚣张气势，放低声调跟我解释：“明浩，瑞阳他很不容易，前2年在国外被人骗了，做生意亏了很多钱，我看他可怜，才把车送给他的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以后不送了就是了。你别跟我闹脾气了，行吗？”面对他的好言相劝，我根本听不进去，只是无力地摇头，什么都别说了，你走吧。程青青彻底激怒，失控地朝我低吼：“这套房子写的是我们2个人的名字，你凭什么赶我走？”对呀，我这才想起，当初公司效益还不错时，我省吃俭用，辛苦攒了几年钱，买了他心仪的大平层，3000多万的房子，我毫不犹豫地加上了他的名字。如今想来，真是傻得可以。我自嘲地笑了一声：“好，那我走。”我转身进了房间，找出行李箱，开始收拾我日常必备的东西。程青青气呼呼地跑了进来，她将我拦在房门口，红着眼哽咽道：“明浩，你不能走，我怀孕了。你不能丢下我和孩子不管。”听到他的话，我的内心毫无波澜，反而很想笑。我盯着他平坦的小腹，讽刺道：“你确定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种？”他似乎忘了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同过房。早在半年前，程青青就向我提出荒唐的要求，说为了保持情侣间的新鲜感，在我们结婚之前，我都不能再碰他。我向来对他纵容，他提出的任何要求，我都不忍心拒绝。然而此刻，他却说怀了我的孩子。什么孩子6、7个月了还不显怀？我冷笑。程青青恍然想起，尴尬的讪笑：“跟你开玩笑呢，我没怀孕，就是想找个借口不让你走。”我没有再理会他，不顾他的阻拦，拉着行李箱头毅然决然地离去。程青青气得全身颤抖，在身后大声唤我：“陆明浩，你别走！”我充耳不闻。离开家后，我重新约了刚才的朋友一起下馆子。现在没了程青青的打扰，我们终于可以好好的聚在一起吃顿饭。饭桌上，朋友担忧地问我：“阿森，你抛下女朋友来跟我们喝酒，她不会生气吧？”我端起酒杯，猛地灌了一口酒，捏着嗓子道：“我跟他已经分手了。”朋友们纷纷诧异。一阵沉寂后，有人带头拍手称快：“分得好，阿森，别怪兄弟说话难听，你那个女朋友其实早就该分了。”“是啊，嚣张跋扈，骄纵无礼，都骑到你头上去了，亏你忍了这么多年。”说得对，这些年你除了工作就是围着女友转，失去了自我，也冷落我们这群兄弟，以后可得好好补偿我们。看着眼前这群义愤填膺的兄弟，我失笑道：“好，以后时间都是你们的。”朋友们都很开心，叫囔着今晚不醉不归。酒过3巡，我郑重地跟公司合伙人说：“我决定了，同意将公司开到国外去。”太好了！合伙人拍手叫好，兴奋道：“兄弟，你终于想通了，我等你这句话等很久了。”这晚，我和兄弟们放歌纵酒，喝得很是开心。这一刻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解脱。以后不为感情所困，只为自己而活。我开始着手准备出国事宜，开拓国外市场需要大量的资金。这几天，我跟合伙人四处拉投资，但还是手头紧缺。我萌生了卖房的想法。我与程青青住过的这套房子，当初是买来做婚房用的，如今分了手，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我找来中介公司，直接将房子挂牌出售。3天后，程青青跑到我的办公室来兴师问罪：“陆明浩，
你把我们的房子挂给中介出售了。他震怒地质问我。我淡定地点头。你什么意思？这可是我们将来的婚房，都分手了，还哪来的婚房？我不以为然地看了他一眼，轻描淡写道：你放心，房子卖了，钱我会分你一半的。既然当初是心甘情愿在房产证上加他的名字，那如今也就不打算追回产权了。这一半的钱，就当是对他这8年青春的补偿吧。程青青却无法接受，失控地拉着我的手，颤声道：你知道卖房代表什么吗？房子卖了，我们就真的要结束了。明浩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呀！我们在一起8年，8年的感情，你当真能放下吗？我轻轻挣脱他的手，淡淡的颔首，放下了。程青青不愿相信，死死咬着下唇，泪水开始在眼眶中打转。他深呼一口气，我知道，你还在气我把车送给瑞阳，对吧？好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，叫瑞阳把车还给你。程青青从包里掏出了手机，我打断他，不必了，何瑞阳开过的车，我嫌脏。程青青却执意拨通了何瑞阳的电话，甚至当着我的面放了外音。电话一接通，他立马开门见山：瑞阳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之前送给你的那辆车，你现在开过来，把它还给我吧。电话那端响起何瑞阳愤懑的声音：青青，是不是陆明浩又为难你了？我就知道，这个逼崽子，他逼你向我要车了。没有，是我自己想要回来的。程青青尴尬地瞥了我一眼，斟酌道：瑞阳，这辆车是明浩送给我的求婚礼物，我把它送给你，确实有点不太合适。你先把车还回来，我下次再拿别的礼物跟你换行吗？何瑞阳沉默了许久，半晌，他支支吾吾、含糊不清地开口：青青，不是我不还给你，只是这辆车已经被我卖了，钱拿去做生意了。什么？程青青惊诧不已。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声？我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？何瑞阳吹嘘道：青青，等项目成了，我起码能赚1个亿，到时别说兰博基尼了，就是布加迪威龙我也给你买。程青青大喜过望。好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。挂断电话后，程青青跟我说：明浩，你刚刚也听到了，瑞阳现在在做生意，等他以后赚了钱，会还你1辆更贵的车，你就别耿耿于怀了，不生气了行吗？我不屑地嗤笑了一声：不必了，他就是还我1辆坦克，我都不感兴趣。程青青，我们分手已经是既定的事实，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为什么？程青青难以置信，喃喃道：你是不是不喜欢我跟瑞阳走得太近？我跟他其实没什么的，就是从小一起长大，亲近惯了。他好不容易回趟国，我当然要多花点时间陪他。既然你不喜欢，那我以后都跟他保持距离，你看行吗？没必要了，陆明浩。程青青崩溃地朝我低吼：我都这样低声下气地求你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我没再理会他，拿起外套走向了门口。我要下班了，先回去了，你走的时候记得帮我关下灯。程青青在身后歇斯底里地唤我，我置若罔闻，我心已死，纵使他再怎样挽留，都是无济于事。半个月后，房子成功卖了出去，即便程青青百般不情愿，但我态度坚决，他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。房子过户后，我回去了最后一趟，收拾我遗留在内的一些东西。这套房子曾经买来的时候，我满怀希冀，期待它会成为我和程青青永远的港湾。装修的时候，我费尽心思，按照程青青的喜好精心设计了许久，里面的一砖一瓦、一凿一砌都是我亲自监工。我亲眼看着它从粗糙的土坯变成了温馨的小窝，如今要离开，
心中难免还是有些不舍。可纵使再不舍，终究还是要做个告别。东西全部打包好后，我提着行李箱准备离开。刚走到客厅，大门咣当一声被打开，程青青带着何瑞阳走了进来。看到我，程青青晃了晃神，立马解释道：“明浩，你别误会，瑞阳只是来帮我一起收拾东西。”我并不在意，径直走向了门口。程青青焦急地拉住我的手腕，央求我道：“你别走，再陪我坐一会儿行吗？”明浩，这个地方承载了太多我们的回忆，我们在这里共同生活了这么久，你真的舍得把它卖掉吗？卖都已经卖了，还说这些有什么意义？我轻轻挣脱他了的手，离开前，我往程青青的账户转了1500万，一半的房款，从此两清，再无瓜葛。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走后，程青青盯着我离去的背影，怔怔地发了许久的呆，蓦地眼泪决堤，簌簌而下。何瑞阳却对他的眼泪视而不见，只是一个劲地问他：“青青，陆明浩刚刚是不是转钱给你了？赚了多少？”程青青回过神来，看了眼手机，木然地开口：“1500万，这么多？”何瑞阳一脸窃喜，兴奋道：“青青，你现在身上有这么多现金，能不能转点钱给我周转一下？”程青青疑惑地看他。何瑞阳解释：“我这不是跟朋友一起创业吗？现在资金周转不过来，急需投资，你能不能帮我一把？你放心，这笔钱不会白拿你的，我可以给你股份，最多半个月，公司就会盈利，到时分红绝对少不了你的。”说完，他直接从包里掏出一份股权转让书。好，程青青对何瑞阳的话深信不疑，想都没想就把1500万全部转给了他。那份股权转让书，他更是看都没看，直接在上面签了字。事情办完后，何瑞阳接了个电话，借口公司有急事，急匆匆地走了。程青青独自待在空寂的房子里，看着眼前熟悉的物品和摆设，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折了一样，一阵一阵的刺痛，疼到无法呼吸。他蹲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喘着气，脑海里全是这么多年来与我的点点滴滴。他这才恍然发觉，原来离开我，离开这个家，会令他如此痛不欲生。他暗暗在想，等瑞阳生意做成了，赚了钱，他拿到了分红，立马就把房子和车都买回来，到时他就可以挽回我的心了。程青青一直坚信何瑞阳的生意会成功，也坚信他能挽回我的心。但半个月后，他不仅没有等到何瑞阳的创业分红，反而等来了几个上门催债的壮汉，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将他堵在路上，恶狠狠地威胁他：“别走，赶紧给我们还钱！”程青青懵了：“我什么时候欠你们钱了？何瑞阳欠了我们2000多万赌债还不起，既然你给他做了担保，那这笔钱就由你来还。”什么？程青青难以置信，慌忙解释：“我没给他做过担保啊，别狡辩了。”为首的男人从兜里掏出一纸合同，展开在程青青面前，厉声道：“这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你可别想赖账。”程青青看了眼男人手中的合同，惊讶地发现，这不是上次他给何瑞阳签的股权转让协议吗？他整个人都懵了，颤抖着手拨通了何瑞阳的电话。他一定要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电话打了好几遍才被接通，何瑞阳略微不耐的声音响起：“怎么了，青青？有事吗？”“瑞阳，有人来找我，说你欠了他们的赌债，是真的吗？”程青青焦急询问。电话那端顿了许久，何瑞阳才支支吾吾地开口：“是有这么回事。”
程青青焦急地质问他：“你不是说开公司能赚钱吗？怎么会还不起？”眼看着瞒不住了，何瑞阳凄凄爱爱了半天，才终于道出了实情：“青青，其实我是骗你的，我没去做生意，你送给我的车，还有那1500万，我都拿去赌博了。”什么？程青青不可置信。那股权转让也是假的，那其实是一份借贷担保证明。程青青的天塌了，他怔了许久，歇斯底里地大吼起来：“何瑞阳，你这个混蛋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那个，青青，我还有事，先挂了哈。”何瑞阳急匆匆地挂了电话。电话挂断后，程青青突然像是疯了一样，恶狠狠地将手里的手机摔了出去，砰的一声大响，手机落地，4分5裂。他崩溃地蹲在地上，抱头痛哭。他不敢相信自己平时对何瑞阳那么好，推心置腹，百般信任，为了他甚至冷落了自己的男友，他竟然会背刺自己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错的有多离谱，因为听信了何瑞阳的糖衣炮弹，他把真正爱自己的人都弄丢了。他悔不当初，可世上哪有后悔药？程青青似乎还没有接受与我分手的事实，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。我拒接后，他又坚持不懈地给我发求复合的短信：“明浩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一次行吗？阿森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，你不在的日子，我每天都像是行尸走肉，求你理理我好吗？我的心真的好痛好痛。”我没有理会他，最后干脆将他的号码拉入了黑名单。我的出国手续办得差不多了，不久后就将跟公司合伙人一同去国外打拼，以后只图财不谈情。程青青打不通我的电话，于是跑到公司来找我。他来的时候，我的公司正在搬迁，搬运工人正在清理办公室的杂物。明浩，你这是？程青青看着空荡的办公室，一脸不解地问我。我淡淡地扫了他一眼，平静道：“公司准备迁移到国外去了，以后我都会留在国外发展。”什么？程青青瞪大眼，满脸震惊。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声？我为什么要跟你商量？我觉得有些可笑，提醒他道：“程青青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我的事也无需再跟你报备了。”程青青脸色惨白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如同一只断了线的木偶。她的眼眶逐渐猩红，失控地拽着我的手，哭着求我：“阿森，我求你带我走好不好？你以前那么疼我，真的忍心丢下我一个人吗？”是啊，曾经的我疼他入骨，只要他掉一滴眼泪，我就会立马丢盔弃甲，答应他所有任性的要求。可现在看着泪眼婆娑的他，我的心毫无波澜。我轻轻甩他的手，点了点头道：“舍得。为什么？我也是被何瑞阳骗了，你就不能心疼我吗？”程青青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，眼泪顺着他的脸颊不断地蜿蜒而下。我叹了口气，静静地看着他哭，默然不语。程青青哭了许久，才停了下来。她抹了抹眼泪，哑着嗓子问我：“阿森，那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？我被何瑞阳骗了，现在背了一身债，好歹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下？”“不能。”我不顾他的央求，冷漠道：“这些年我花在你身上的钱还少了吗？”“程青青，我不欠你什么，你也别想来道德绑架我。你的事以后再也与我无关。”撂下这句话，我转身大步离开。1周后，我跟合伙人一同踏上了去往机场的路。此去一别，或许很长时间都不会再回来。登机前，我的手机不眠不休地响了起来，是个陌生的号码，但我知道是程青青，我没有接听。须臾，手机停了下来，弹进来了一条短信：“明浩，我马上赶到机场。”
求你别走，等等我，一定要等等我。我喟叹一声，按下了关机键。我没有等他，而是提起手中的包，毅然进了登机口。飞机穿过云霄，耀眼的光芒袭入眼帘。我眯了眯眼，影影绰绰中，仿佛看到了曾经为爱不顾一切的自己。就在这里，做个告别吧，前尘往事就此别过。我和程青青彻底结束了。程青青番外，陆明浩走了。等他赶到机场的时候，已经看不到他的身影了。他抛下他，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，而他却将一直活在失去他的痛苦中。机场门外，程青青蹲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哭到不能自已。他终于明白过来，这个世上对他最好的人已经被他彻底弄丢了。以后再也没有人会毫无条件地纵容他所有的坏脾气。程青青失魂落魄地离开了机场，他去了酒吧，点了最烈的几款酒，企图用酒精麻痹自己。他喝得酩酊大醉，颤颤巍巍地离开了酒吧。他强撑着最后一丝力气回到了出租屋，可却没想到在出租屋门口看到了上次那几个催债的男人。程青青吓得酒醒了一大半，惊慌失措地想跑，却被男人一把拽住了头发。臭娘们，我看你往儿哪跑？上次说好了宽限1个礼拜，这都几个礼拜了，还不赶紧还钱？程青青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，想打电话给陆明浩求救，可突然想起陆明浩已经不要他了。他只能低声下气地求几个男人：大哥，求求你们再行行好，再宽限我一些时间好吗？为首的男人愤愤地啐了一口唾沫：再给你最后半个月时间，再不还钱的话，你的下场就跟何瑞阳一样。程青青的心咯噔一下，忙问道：何瑞阳怎么了？男人嗤笑了一声：没什么，不过就是被我们打断了2条腿，成了废人而已。程青青震惊地瞪大眼，好似晴天霹雳一般：大哥，我一定会还的。他颤抖着声音：行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男人放开他，骂咧咧地走了。程青青后怕地蹲在地上，吓得精神恍惚，双腿不停地颤抖。这个绝望的时刻，他多么希望陆明浩能突然出现，像曾经那样给他安慰和关怀，拯救他于水火之中。可是再也不会了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为了还债，程青青不得不变卖了陆明浩曾送给他的奢侈品和名牌包包，可还是杯水车薪。不得已之下，他去了夜总会上班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在陆明浩的庇佑下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根本没有一技之长。除了陪酒，他别无抉择。为了赚够钱还债，他每天接待大量的客人，像个机器一样不停地灌酒，谄媚地讨好别人。在那个地方，他的尊严被人无情践踏，稍有不慎就会遭到辱骂，甚至被人骚扰轻薄。他不敢反抗，打碎牙也只能往肚子里吞。他活得像个傀儡，再也没了曾经骄纵奢侈的生活。如果陆明浩知道如今的他变成了这样，会不会替他感到难过？应该不会吧，他自嘲地想。陆明浩已经彻底放弃他了，又怎会替他难过呢？他有今天，全是自己咎由自取，是他太蠢，怪不得别人。这一次，他彻底失去陆明浩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